孝女，你老爹为了你去大闹南朝，结果竟是一场假孕，我老脸都丢到南朝去了。我就想让自己嫁不出去，这样我就不用嫁给西戎王了。我今天非得打服你这个小兔崽子！妹妹不愿嫁就不嫁，我们北齐王宫又不是养不起她。你们兄妹俩是不是要气死我，继承王位？阿芝身子金贵，哪里跪得了那么久？哥哥，你跑出去的账可不能不算，这次就关半个月好了。10岁那年，我生了一场高热，醒来睁开眼，忘记了过往所有的记忆，连明星都不记得。那时他的眼神充满戒备，对我亦毫无半分怜爱之情。哥哥，你叫我什么？哥哥。都这么大了还要哥哥抱，真娇气。我不管，你纵的，你得受着。下次再被哥哥发现，就打断你的腿，让你一辈子都留在哥哥身边。好啊，那我就一辈子留在哥哥身边。可是又知道，如今我留在北齐，曲意逢迎，只是为了一件事，让哥哥死在我的刀下。喂，大冰块，高点，点高点。皇宫里的人都听哥哥的，还好你只听我差遣。是哥哥。花公主如今年岁渐长，再留在北齐皇宫，难保有一天会让她察觉了真相，送去西戎和亲是良策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西戎地处大漠孤寒贫瘠，踏着温柔乡里长大的，哪里受得了那种错误？可是她可是我的妹，我怎么舍？妇人之仁，殿下您是不是忘了，她才是真帝姬，而您只是个假太子。只要她在一天，您的王位就会受到威胁。那也是我一手驯养的小玩意儿，我为何要将它拱手相让于他人呢？谁？那天我听到了一个秘密，也发现了温文儒雅的兄长偏执疯狂的那一面。他才是真帝姬，而您只是个假太子。只要他在一天，您的王位就会受到威胁。相伴7年至亲至密的哥哥，原来生来便是与我争权的仇敌。那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是2条路，一是假装不知道此事，靠着兄妹之情苟且偷安；另一条则是抢了哥哥的王位。我的哥哥花月是北齐无人不拜服的贤明太子，3岁识文，7岁断义，17岁亲政。如今父皇身负沉疴，朝堂几乎成了他的一言堂。云阳，我该怎么办？偌大深宫之中，只有他这个哑巴安慰真心对待我，也只有他知道这个秘密。你的意思是，云阳，你觉得我选错了吗？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会陪着我，对吗？今日簪春宴，3军赴宴，正是刺杀哥哥的最好时候，谋定与否，皆在今日。哥哥，你陪我演了10年，现在该换我了吧？阿芝自小被我们捧在手心上养大，娇蛮任性。那西戎王弑父夺位，残暴无度，这种混事是把他往火坑里推。阿月，你一向稳重自持，为何在你妹妹这儿却屡次犯浑？你这样，姑怎么放心把王位交给你呀？父皇，你真觉得我一定要你传位给我吗？什么？够了，不是父皇逼我嫁，是我自愿。什么？哥哥若有什么问题，来问我就好。夜深了，莫要叨扰父皇。现在是在闹什么脾气？因为今日去宴会没陪你生气了。放开我！阿芝小时候不是说了，嫁衣只会穿给哥哥看，其他人都不配吗？我不许你穿，脱掉！我不。是哪个不长眼的又惹你生气了？告诉哥哥，哥哥替你收拾的。我只是明白了自己的职责，想了这么多年的衣食俸，该到我为北齐百姓牺牲的时候。要牺牲也是我去牺牲，一辈子待在宫里，哥哥养你一辈子，到底有什么不好？是哥哥哪里惹得你不快乐？告诉我，我改。那我要哥哥把你偷了的东西还给你。阿芝，你在说什么？哥哥听不懂。
3年前你跟前国师的密聊，我听见了。因一句道听途说，你要置你最爱的哥哥于死地？你安顿生父母子女的密信和银票，我都查到了。只要将这些公之于众，世人不会说我花枝弑兄夺位，只会唾骂你这个假太子了。从知道真相开始，我就在等着簪春宴，等三军酩酊大醉之时，我要以和亲之势，将毫无防备的你引到别国。连我对你的关系都是你设计的一环吗？是又如何？兄妹一场，签了这纸退位书，把储君之位还给我，我饶你一命。我连动你一下都舍不得，可你捅我的时候，怎么连半分迟疑都没有啊？阿志，我对你的好就差掏心掏肺了，这皇位你便非夺不可吗？哥哥，你根本不懂我。我去了南朝，外界的天地是那样的广阔，可你自小便说外界皆是洪水猛兽，只有你身边才是安全的。你说我千金之躯，自当足不沾地，虽为我铸纯金足环，求于3尺宫位。你是对我好，可你的那些好，未尝不是你欺我骗我的手段。你怎会提前在这偏远别宫布下陷阱？阿志，你可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你身上的味道，你的呼吸，你在想什么？哥哥可都了如指掌。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一切。阿志可真让哥哥又爱又恨，到底该拿你怎么办好呢？放开我！我是你妹妹，你这般吊着我，成何体统？这会儿想起我们是兄妹了，刚刚亮着爪子、龇牙咧嘴要置我于死地的样子呢。阿志，是你先牵住我的手，把我当做哥哥，可你从没问过我，是不是只想做你哥哥？你究竟想做什么？从小到大，哥哥应了你那么多件事，只换你一件。说好了要永远在一起，你可不许食言。差点忘了，这皇宫中还有一条不听话的野狗呢。云阳，这是圈套，走啊！说想让你主子少受点搓磨，就乖乖滚开，不然我扒了你的狗皮，骨头也碾成渣。给我杀了那个贱奴，把花枝狐捉回来！云阳，他不敢杀我的，现在送我回去，你还有一条活路。不，你会说话？我今生最大的错就是带你来了这吃人的皇宫，把你亲手交到那畜生的手上。云阳，你的脉息怎么这么紊乱？10年前我吃了绝阴散，自此口不能言，开口的那时就是死期。我给你施针，再这样下去你会死的。我是生是死不重要，我只要你活着。云阳，公主，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，可以吗？7岁那年，我在一株山茶花下捡到了一个奇影，明明是寒冬腊月，可那花却怒放着，近乎妖异。于是我给它起名为芝。我自幼无父无母，在遇见他之前，采茶为生的我，不知何为家的温暖，亦不知何为亲情的牵挂。我们相依为命，原以为会这样平静地度过一辈子。可那年，怀香遭了天灾，他幸免于难。为了给我治病，小小的他去烂柯山尝遍百草。哥哥，阿芝，救你！阿芝，暂且是吊住了他的一口气，可若是没有名贵药材，大夫，我给您当牛做马，只求您一定要救他。这玉佩倒像是北齐的，要不你带着他去北齐碰碰运气吧。没钱还想雇马车去北齐？滚滚滚！从南朝到北齐10万8千步，无数双走破的鞋，无数个无休无止的日月。阿芝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哥哥一定会救你的。可我没有想到，我的妹妹竟然就是北齐失散多年的小公主。后来呢？他们愿意与他相认，他发了我一笔钱财，让我离开。可是除了他的身边，普天之下无有我的归处。我可以让你留在云芝不花枝身边，前提是你要喝了这绝阴散。为什么？你既然想给他新生，也不想那段屈辱的记忆如影随形的伴随他一生吧？那样的话，
她可怎么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啊？明知道掩护我出宫会挨打，为什么还要听我的话？因为我是你主子，说话呀！我真是哑巴。现在我终于可以告诉你答案了，因为你是我的妹妹，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原来10岁那年，我并不是生了一场高热，而是有一个人以一切作为托举，换来了我的新生。即便醒来之后的我会忘记过往所有的记忆，会忘记他，可他却依然愿意陪在我的身边。为何一定要把我送到这见不得人的地方？北齐王宫才是你的家，我怎能因一己之私，让你再跟我过漂泊无依的日子？哥哥只能陪你到这里了，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。我不要，我才刚想起你，哥，你怎么忍心就这样把我丢下？都是哥哥的错，别哭了，好不好？只要你认错了，我只要你活着。小心！阿诗，哥哥在，哥哥来带你回家了。哥，你醒醒啊！没有你，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啊？阿芝，赶紧走吧，天高地阔，我自己活着，不要为我报仇。不要！一个贱奴死了，哥哥给你换一个就是。花月，我要你偿命！第二次了，阿芝第2次拿刀对着我，我是纵着你，可你就是这么对待哥哥吗？哥哥，云阳才是我的哥哥，从小到大你都在骗我。骗了你又如何？我给了你10年兄妹真情，这难道是假的吗？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关系有什么真情可言？我看见只有你杀了我的至亲。至亲？为什么？明明我毒哑了他的嗓子，让你失去了过往所有的记忆。这10年与你相依相伴的人是我，为什么你的心还是会偏向他？是这个贱奴蛊惑了你？没有人蛊惑我，想要王位的是我，报复你的人也是我。花月，我恨你，恨透你了。明明你应该忘了一切，一辈子待在我身边，你为什么还是会想起来，还是会为他哭？你所享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我付出的可半分比他少。多说无益，你若是有种就杀了我。我要是想杀你，你早就在我手上死100次。可我为什么舍不得动手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好啊，那我今日就让你知道。可是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，回来吧，哥哥会当成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我们就像从前一样，好不好？14岁集祭礼那天，天师相命，他说我是天生凤女，得我者得四海所归。你执着于我，不会是因此缘故？过来，别让哥哥重复第2遍。若我真是那天生凤女，属于我的一切，我自会来取；若不是，今日便让我命丧于此。你想做什么？哥，我来找你了。还是不要？20岁这年，我跳下了纳河。纳河汹涌，落河者九死无生。花公主怕是……给我找不回他，姑要你们统统陪葬。从此，北齐成了我回不去的姑姑。这里是西戎。落河不死，命格奇久，正好。你要做什么？给王上冲喜。哎呦，这都是这个月第几个了？想攀王上高枝的人多了去了，我看呐，这个也活不过今晚。3月前，王上中了北齐的暗箭，昏迷至今，北齐的债就由你这个北齐人来还吧。这便是西戎王拓跋景，这伤口明明只是普通箭伤，为何会昏迷不醒？
好烫，好高的体温，难怪要用冰棺存放，莫非是火毒？我倒是也看过救治之法，需以药草温养医药人，再以药人作为火毒之解药。可这里是西柔，我上哪儿去找？为了给我治病，小小的他去烂柯山尝遍百草。你大胆，竟敢亵渎王上！我只是在给他治病。把这妖女拖出去火刑！昏迷了3月，孤王的寝宫也成了你们随意赏玩的地方了。皇上恕罪！还不滚！你留下。你孤只是昏迷了，又不是丧失了五感。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，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你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流落大漠的北齐人，我叫花枝。花？我们大漠可没有花，不应该有花。这就是你们西戎报答救命恩人的方式吗？我倒也想问，这就是你们北齐救人的方式吗？爬上别人的床榻？你的火毒已侵入经脉肺腑，那是唯一的救治之法。你以为我想睡你吗？过来。逼仄的低库中，唯有呼吸声和他身上反复的坠石发出的金属碰撞声。我把次第燃起，他耳间的红宝石和宝库里流光溢彩的珍宝相得益彰。这是本王征战多年积攒下的宝库，你可以任取一件，也算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。我不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他有一头金紫色泽的柔顺长发，琥珀色的眼瞳，宝石连缀的戎族长袍，麦色的胸膛，而眼中则盛满了傲慢。我自然是要最值钱的东西。你哦，敢挑本王的，你还是第一个。接近我究竟有何目的？自然是仰慕你，想留在你身边。哦，那就尽你所能的取悦我。皇上，您当真要？我可舍不得让他死，只是想看他跪在我脚边求饶的样子罢了。哦，有点意思，继续。那天我在西柔的沙地里翻滚，与野兽搏杀，几经灭尽。从前的20年，我生活在云阳和花月的保护之下，如今我才触碰到真实的世界。这里残忍、血腥、兽性，可我知道，我一定要留在拓跋景的身边，获得他的信任。他是我回北齐的唯一筹码。不要伤他！让开！碍事的女人，不然我连你一块杀了！不让！哼，找死！滚！那剑差半寸，可就要将你贯穿了。把我丢下去的是你，救我上来的也是你，你可真奇怪。为了救他，连命都不要了。我的哥哥也是这样死在我面前的，那时候我就跟他一样无依无靠，那种眼睁睁看着自己亲人死在面前却无能为力的感受，我再也不想经历。你如今可是寄人篱下，还要带这么个拖油瓶？对，随你。阿蛮，你可以留在西戎王宫了。不许叫他阿蛮。为什么？不许就是不许。我偏叫他阿蛮，阿蛮，阿蛮。你说你在西戎的斗兽场看见了花枝？属下亲眼所见，花公主在决斗场拼死奋战，定是受了那西戎歹人的胁迫。花枝，你宁愿在西戎殊死过活，也不愿回到我身边吗？阿蛮，你驯服不了一头野狼，放他走吧。我会放他自由，但不是现在。他现在这么小，重返狼群也只会被欺负。你要做什么？看好了，沙狼习惯结伴狩猎，若是想留他在身边，就得先成为与他相称的同类。若是连这都做不到，还是趁早放弃吧。谁说我不行？学得挺快，可记住了，不是你选择了成为他的主人，而是他选择了你。我当然知道。故意轻薄本王2次了。不是我，
这是还你的。真是睚眦必报。今天就训练到这里吧，阿蛮，我们走。怎么了？舍不得我走？没看到沙尘暴就要来了吗？拓跋景，完了，该不会……放心，本王的命硬得很，不至于这般就死了。谁担心你了？那你刚刚是想干什么？又对我有所图？我都说了，那次是为了给你治病，要不是我，你现在还醒不过来呢。那现在呢？什么？我的病好了，可你这北齐人却非要留在我身边。本王的身边可不是什么好归宿啊。我看上你了，这个答案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当然是做看对眼的时候该做的事。难怪你们西戎遍地都是狂徒，因为你这个王上便是狂徒中的狂徒。不动你了，抬头。什么？所以你是特意带我来这里的吗？在西戎的神话里，每一颗星星都是一座天上殿宇，人死后灵魂会升天，住在星星里。我看你很是思念你哥哥，便带你来看看他。本王虽不喜别人与我亲近，不过如今你既跟在我身边，我便不会亏待你。哥哥说过不让我复仇，可我那时却不理解他的意思。如今我却有些懂了，如果我执意复仇，那便是为他活着，可他想要的是我能够自由自在的为自己活着，以及遇到一个愿意真心待我的人。谢谢你，阿景。母妃，求求你别走，阿玛只有你了。妈，别哭，还记得给你讲过的故事吗？娘啊，先去帮你看看天上殿，等你搜刮完了全世界的财宝，娘亲就会来见你的。真的吗？对，那时候妈儿一定要在星空下接我。阿娘，我没有在星空下等回娘亲，却等到了一个笑颜如花的北齐姑娘。见时不见，今晨不见。知道大漠夜间冷，还不来我身边？我不冷，放我下来，好高啊！生病了还怎么做我的药引？乖乖待在我身边。你身上好热啊！那是自然，本王乃神传世。大漠的夜是那么的冷，可待在他身边却一点也不觉得冷。他的心跳是那样的强有力，像从远古传来的一声声鼓声。那一刻，我忘了自己因何来的虚荣，也忘了接近他的目的。我只想靠近，再靠近一点这个男人。他的怀抱是那样的温暖，似乎要将我揉进他的生命里，就像哥哥一样。睡吧，等明天睁开眼就回到王宫了。拓跋景。王上自昨夜回来后就昏迷不醒，卑鄙的北齐人定是你。大祭司说了，在查清楚你的嫌疑之前，休想再踏出此处半步。昏迷不醒，莫非是火毒又复发了？只有我可以救他，你们再不放我出去，他才真的会有生命危险。你想见王上，无论怎样都要见他。是。这是你若真心想见王上，便走过这条天火大道，让圣火涤尽你体内的恶灵。不敢就滚回北齐去！一个外族女子也配站在我们首领身边？滚出去，妖女！都是你谋害的王上，图谋不轨的北齐人。你不是想见王上吗？请。我本可以转身离开，可和他相处的一切都在眼前一幕幕的清晰起来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救他不是因为那最初的目的，而是因为我在意他，在意他的喜乐，在意他的生死。我想再一次见到他。走啊，有本事就走啊！我知道你不敢，还是趁早回你那北齐去吧。谁说我不敢了？从西戎建国至今，除了圣女，还未曾有人敢走天火大道。让我
见他。走完了又如何？我说让我见他。放肆！你可知我是谁？敢命令我？不管我怎么做，如何证明自己，在你们心中，我都是个卑贱的外族女，不配站在你们王上身边。可是，在北齐，我可是天之娇女，你们才是外族人。你到底是谁？敢在我西戎如此大放厥词？不准我见他又如何？我自去见他。你敢？拓跋景，我还以为你疼吗？王上，此妖女蛊惑了你，我这才找死！她不是妖女，她是我西戎的王妃，是我的人。恭迎皇上，王妃。谁妄议她，便是在忤逆我的意愿。痛，就这么想救我吗？谁乐意救你了？你死了才好。口是心非的小东西，从你为我走上天火大道的那一刻起，你的过去就进入了我的梦中。我透过火神的眼睛，知晓了你的一切过往。我的过往？我还看见了纳河边一场惨烈的大战，你独自站在风中，呼唤着我的名字，我心口一痛，便惊醒了。我知道你就是北齐的公主。你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你还……从一开始就知道，我也知道你只是想利用我。花公主，你对我不只是利用吗？又为何要为了我以身祭火？我一开始接近你确实别有目的，可如今我也分不清对你到底是利用还是真心。那便不需要分清。什么？我不在意你对我是什么感情，我只要你。皇上，不好了！北齐携大军压境，领军的是北齐太子华月。今日来不为旁的，只是为了跟景王讨要一人，我的妹妹北齐公主花枝。花枝？我西戎可未曾听过这一号人物。我本来想兵不血刃的让阿芝回来，可没想到你的命有点硬啊。果然是你在暗中捣鬼。看来西戎王是宁愿接我北齐这一战，也不肯交出我妹妹了。是又如何？那景王可知我妹妹心中有一白月光？什么？她接近你不过是对你有所图谋，真心半点都没有。那个男人死在最好的时候，他忘不了他，求不得他，便永远会在心中为他保有一席之地。拓跋景，活人是争不过死人的，我不行，你也不行。那个人是不是他哥哥？哥哥？我才是他哥哥。那个贱奴不过是一条听话的狗，就勾得他如此难以忘怀。花月，可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小气。他的过去我无权干涉，可他的未来我奉陪到底。哼，不过如此。你中计了。拓跋景，阿芝竟把西戎王的骑射之术都学到手了。你宁愿亲近这卑贱蛮族，都不愿意再亲近我了吗？是，又如何？阿芝，你长大了，比刚离开北齐时成熟了许多。谁要跟你扯家常？这不是你的家，阿芝，我们回去吧。你离开的这些日子，我没有一日不在煎熬。我保证，只要你回来，一切都会和以前一样。我已经不是当年会牵着你的手，被你一句话就骗得团团转的小孩了。你杀了我的哥哥，伤了我的爱人，这一仗我必须向你讨回来。你为何不躲？躲也可是我的妹妹啊，我为何要躲？我是马夫和厨娘的孩子，却鸠占鹊巢了一国皇子的身份。我从小就知道，他们设计骗过了北齐王，可望向我时，眼中遮掩不住的慈爱是那样的可笑。他们想把我做棋子，可我想要的从来都是执棋者。这游戏啊，也该换个玩法。
我一步步掌控了北齐的朝政，可正当我以为自己大器将成时，一个满身污佞的男人背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团子来到了皇宫。他是从南朝一步步走来的，双脚磨得鲜血淋漓，一双手沟沟壑壑，简直不似个人形。他说他是他的义兄，偶尔得知了这块玉髓是北齐的信物，特来求要。真是一个可笑的男人。他不要赏赐，不要官爵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希望能陪在这小女孩身边，想好好的看着她长大。那小女孩更是可笑，放着北齐公主不当，商让着要跟男人回南朝。我错了，哥哥，我不要跟你分开，这里好大，我害怕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我突然起了一丝恶念。我可以让你留在云之花之身边，前提是你要喝了这绝阴死。为什么？你既然想给他新生，也不想那段屈辱的记忆如影随形的伴随他一生吧？那样的话，他可怎么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啊？你既然想给他新生，也不想那段屈辱的记忆如影随形的伴随他一生吧？那样的话，他可怎么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啊？我真是好奇极了，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何能有如此羁绊？直到他牵住我的手。哥哥，这是我给你编的花环，好不好看呀？有点意思的小东西，等我玩够了再杀了你吧。毕竟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孩，不过是我抬手落手的功夫，不过是我抬手落手的功夫。它是我唯一的破绽，却也成了我惨淡生命中唯一的光。你输了，我说过是我的，我自会来取。阿芷，再还我一生，哥哥。花月，你入戏了。这盛世每一天。快请！大夫呢？快来开止血！你不许死！我只要你了，你不能丢下我！你答应过我的。我没有那么幸运能参加你人生的前半场，但后半场与前半场一样重要。给我个机会，以后我想永远陪着你。永远？我呀，绝不会抛下你一个人。我要在你之后死。为什么？你想着我早点死，死后找别的形容女人是不是？留你一个人在这世上，我不放心。失去至亲的滋味，一次就够了，我怎能忍心让你承受第二次？你不许食言，否则我这辈子下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。王妃，我们尽力了。不行，我不许他死，就算是鬼门关也得给我拉回来。阿芷，你压着我的伤口了。你就不能听无一把话说完吗？臣想说，王上如今已脱离危险了。不过我的眼睛怕是以后只能看见一半的你了。傻瓜，别人都是拿眼睛看你，可我看你用心。我想火神起誓，无论我的爱人变成什么样子，在我心中的样貌永远一如初见。燃烧后更伟大的神，杀是为了歌颂破灭前的壮丽。再给我讲讲你从前的事吧。我都跟你讲了好几遍了，你怎么不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事？不想说，我的可没你的有意思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听。我的母妃只是一个女奴，而父皇则是西戎臭名昭著的暴君。我出生的时候无名无姓，只有一个乳名阿蛮。母妃的世界很小，只想守着我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，压抑性子，在暴君面前顺从恭敬，都是为了我。可也是为了我，她反抗了父皇。她的尸身铺于沙丘，任凭阴兽啄食，而年幼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。后来我弑父夺位，把一切都夺了回来，可我的母妃却永远留在了那里。就算我当上了王，也无法弥补一切。知道了这些，还想留在我身边吗？还觉得自己为我做的那一切值得吗？
我不知道什么算值得，什么算不值得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懂你。是流星，快许愿！你说过，若有一天你得了四海珍宝，你母妃便会从星线上下来看你，那我便许愿，天下珍宝进入你彀中。这好像该是我的愿望吧？你的呢？我啊，命途坎坷，不得老天欢喜，就算贵为公主，也处处不如愿。我早就不信这些了，可是为了你，我就勉强信一次吧。你呢？你为什么不许愿？这可是流星啊！我的愿望就在怀中啊！自那次大战后，阿景身体抱恙，我独揽北齐和西戎事务，却屡遭非议。花枝，尽管做这漠北摄政王，南朝会为你撑腰，可这样，那些臣子定会非议我依靠他国势力。女子本就身弱，要成为一个帝王，比起男子，你要面对的私事更多。花枝，借助他人的力量并不可耻，也无需去顾及他人的目光。凭什么男子争权逐利便是知人善用，而女子只要染指朝政便是聘妻司臣祸国妖妃？古来君主又有几个是真的有贤有才？不过是时势造英雄。再者，古来有德有才能居帝位之女子，难道只武曌一人？史书一笔就可将女子之功淹没，只是因为那些史官从来都是男子。花枝，你的路还有很长，这里绝不是你的终点。兔八景，欢迎回家，我的摄政王。像，实在是太像了。叔父，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看我了。怎么会呢？你看我头发都白了，可你还跟从前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